16岁中国高中生继承邱建良绝世神技，神龙摆尾，擂台踢的日本拳王鼻青脸肿，脑袋发昏，就连现场裁判都大喊：“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功夫！”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屏幕前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来自中国哈尔滨的郝帅。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的胸口印着泰国国旗，这一点不用担心啊，他是在泰国练习的泰拳，所以穿着的是泰国拳馆的服装。这名小伙子今年只有16岁，这个年纪能打上国际擂台，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天才可以形容的。6岁就开始练习功夫，在11岁就登上昆仑决的擂台，在国内早早就打出了名堂，可以说是年少成名。在上一场比赛中，他使出一记神龙摆尾，将泰国拳手踢得当场昏迷，脖颈重伤，现场抬上担架送往医院抢救。再来看一下他今天比赛的对手，来自日本的32岁老将志贺江大。此人不但是日本的搏击悍将，还是日本空手道的顶尖高手。两人这场比赛差距16岁，也是让比赛的话题性再上一个台阶。好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了。我们刚才讲到两位选手的年龄差距，也导致赛前很多人不看好我们中国选手啊，觉得日本的老将经验丰富，肯定能够暴打郝帅这名年轻的小伙子。但郝帅开局的表现就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开局他的打法非常的凶悍啊，完全不逊色于32岁的日本老将。在赛前，日本选手更是放下豪言，说这场比赛会让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小子尝到什么叫日本空手道的厉害。说实话啊，32岁的年纪对着16岁的小孩子说这种话，真的是不嫌害臊。也许啊，这就是日本选手的特性，日本选手的本性啊。那么比赛来到第一回合，我们可以看到郝帅开局他的拳腿啊打的是非常的积极，而且自己还扎了个小辫子啊，冲天辫，也是非常的有个性。现在将对手顶到了边角，两人在不断的拼腿拼膝，连续的近身抡打，现在是比拼力气的阶段。16岁小伙子的力量对抗32岁的日本老将，完全不逊色，一直在牵扯对手，一直在拉扯对手，拉开近身，现在又回到了站立，对手的近身换拳，又是顶膝。日本选手非常喜欢用顶膝这一招啊，郝帅也开始还击，你会顶我也会顶，再顶了上去，连续的击负，再加击负重拳，裁判叫停，比赛继续。郝帅准备起腿换腿，又一次拼入近身，漂亮，这是一个带摔，将对手直接摔倒了。虽然我们在比赛赛场上啊是不允许摔法的，但是这波的正面对抗，郝帅是拿下一城，气势我们是打出来了。刚才我们看到日本教练气急败坏的啊，在那儿拍桌子，说你怎么能摔我们日本人呢？哈，这个你自己挨上来了，被摔了，那就别怪别人。还有50秒，第一回合。前手后手拳，再加转身的神龙摆尾，这个是一个小型神龙摆尾啊，还没有使出全部的力量。先简单试探一下，看一下对手的尺度在哪儿。如果说让郝帅找到一个熟悉的角度，一个好的进攻机会，那他神龙摆尾出腿的瞬间，可以用一招就将对手斩于马下。最后的30秒，第一回合。前手砸手顶膝，连续的顶膝，这个日本人啊已经开始没有什么体力了，一直在这搂抱。好，那这边拍掌，第一回合暂告一段落，马上开始第二回合。好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正式开始，我们能够听到现场有非常大的一个尖叫声啊，这也是很多郝帅的小迷妹啊来到现场为他加油助威。郝帅这个小伙子虽然年纪不大啊，但是这么多年打比赛已经积累了不少粉丝了啊，尤其是女粉丝。这个小伙子打法非常的迅猛，而且呢长相啊有一丝反差感啊，戴着个小眼镜，但是上擂台之后一摘眼镜猛的不行，也是吸引了很多女粉丝来到现场为他加油助威。我们能听到现场的这个欢呼声啊，从他入场的时候到现在就没停歇过。可以说啊，也是未来的中国搏击人气王。现在郝帅又是将对手顶到了笼边，拳腿配合，对手是用顶膝啊在这里进行骚扰。这种小型的顶膝其实对于郝帅来说还好，
没有什么杀伤力。日本选手的打法感觉已经非常单调了，我们能看出来他的打法就是在近身去给你拼腿拼膝，但郝帅不吃你这一套，先手后手，再加侧踹。现场观众的欢呼声实在太给力了啊！我们能听到连绵不绝啊！只要郝帅出一腿，这尖叫声立马蹦上来了。换拳，丢入近身，日本人非常喜欢搂抱，这边还有一个孤颈的行为，这是违规的啊！顶膝，又是熟悉的顶膝，两人在身上换腿。我们能看到，这日本选手他只有这一招，只有顶膝这一招，没有别的招数。漂亮，连续的打头打腹。郝帅的打法是非常丰富的啊，不但有腿也有拳。这日本人又搂到近身了，就只会这一招啊，看的真是让人心烦。还说什么日本空手道高手啊？要我说，都是吹牛吹出来的。转身变拳，最后的1分钟，第2回合，郝帅已经把对手的套路摸清了，现在只需要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去寻找一个好的机会去进攻。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胜势就很大了。好，漂亮，左手的摆拳，连续的重拳狂轰，打入对手的面门，连续的重拳狂砸。这是一波进攻高潮。对手顶膝之后，抓着郝帅的脖颈放倒地面，这是一个违规动作啊！这日本人被打急眼了，开始用这种小招数了。侧踹，对手又搂了过来，近身搂住顶膝。两人要打下擂台了，裁判叫停，最后的20秒，最后的时间，看一下郝帅能不能多拿一些积分，多拿一些得分。转身的神龙摆尾，但这一招踢的不是很高。上勾拳，左勾拳，正中冲拳，连续的重击，换拳完毕，铃声敲响。那第2回合也暂告一段落，马上开始第3回合，这将是我们本场比赛的决赛局。好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第3回合，郝帅对阵日本老将志贺江大。那么在这一回合中啊，我们能看到郝帅的眼神更加坚定，开局一发重拳直接打入禁区啊，但是对手在接招之后，立马搂住了郝帅的脖颈，以此来打断郝帅的进攻节奏。这也是日本老将的一种典型打法啊！刚才他就使用这种打法去一直打断郝帅的进攻节奏。进攻停滞了下来，郝帅前手后手，再加重扫踢，漂亮！后手迎击再打到对手面部，低扫再换，这是一个高位的劈挂腿。郝帅打得很自信，队友想要扑倒近身，郝帅的拉扯躲闪非常到位，转身高扫，对手扬起双手还想嘲讽，真是没挨过揍啊！你都被打成这样了，还扬起双手嘲讽选手呢。郝帅低扫，最后的1分50秒，这个时间很关键啊！最后的时间点里，日本老将肯定会发了疯似的进行反扑，因为前2回合我们能感受到啊，其实郝帅的点数是要高于对手的。那么就是最后的这1分半里，要稳住自己的进攻节奏。前手后手再打，对手又在这儿晃手指头，不知道你在狂什么啊？被打成这样了还在嘲讽，日本人真是死性不改。前手后手再加上勾，裁判拉开，高位侧摔。这场比赛16岁的郝帅已经给我们展现了太多的招数了，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小将，年仅16岁就在国际擂台上大放异彩，可以说是完全不怯场啊！现场还有这么多的观众，说实话，这场比赛也是他的万冠军赛首秀，压力肯定也是很大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啊把自己的打法变得畏畏缩缩，反而是更加的敢打敢拼。35秒，又是重击再加前手，点入边角，对手孤剑吸顶，这已经有1下孤剑吸顶了，再来1下，裁判还不叫停吗？
这种行为是违规的啊！裁判的尺度有点不太正常。这场比赛现在才叫停，最后的15秒，郝帅最后的时间，稳住节奏，多拿些得分。左右手的重击，对手又一次搂抱。那看来比赛就要在这样的节奏中敲铃结束了。哎呦，最后还来了脚神龙摆尾。那这样的话，本场比赛将以一个点数判定的方式来决出谁胜谁负。各位观众可以来猜一下啊，谁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随着一声郝帅的喊出啊，我们能听到现场迷妹的尖叫声。这场比赛不出意料的由郝帅拿下，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万棍台首秀，可以说是圆满落幕啊！让我们恭喜他拿下本场比赛胜利，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帮忙点赞、收藏、关注。我是徐峰，我们下篇3再见。